当无开天者，杀无赦。哪个天杀的发帖说国道上有漫展的，害得老子屁颠颠过去被车撞了。等等，这哪儿啊？靠！我这是穿越了？不对，怎么我成了一颗竹子了？开天！不是吧？我刚穿越就又要死了！混沌珠碎片竟生出了意识，寻一地安身，莫再卷入纷争。哈哈，我居然没死哎！看来我真穿到洪荒了，还成了混沌珠所化的定海神珠。我记得定海神珠一共36颗，其中24颗归了通天教主，后赐赵公明，还有12颗遗落在外。看样子我应该是那遗落的12之一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化形，我要当人。既然来了这里，那现代人临沧便已经是过去式。即刻起，贫道名为沧源。虽然单颗定海神珠只是下品，但好歹也是先天灵宝，一化形便是金仙境。前世看过的洪荒文中提及，12颗定海神珠组合为上品，24颗为极品，36颗成套，堪比先天至宝。若能集齐剩下的35颗自补本源，我必能成就顶尖先天神圣根脚。到时候别说修行提速，根基稳固，就凭这顶尖先天神圣的根脚，哪怕境界比对手差，也能直接碾压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已正式化形，命运的选择题系统已绑定宿主，还真是穿越者必备啊！系统，你具体都有什么功能？本系统为神级选择系统，当宿主面临命运的抉择时，会触发选择题，做出不同的选择，将获得各式各样的奖励。那现在有没有命运的抉择？检测到宿主本体为定海神珠，与通天教主手中24颗定海神珠同根同源。选择1，拒绝收集耿于方丈仙岛，奖励蔑视黑莲坐标。选择2，前往金地岛碧游宫，收集在此的24颗定海神珠，奖励1颗定海神珠坐标。既然那24颗仍在碧游宫，那就好办了。通天教主一向坚持有教无类，物归有源。看在我与定海神珠同根同源的份上，他肯定会赐给我。这一趟去定了。这周围怎么白白的？你化形完成了，小珠子，能跟我讲讲经验吗？说不定以后我也能化形哦。是你在说话吗，白莲？是呀是呀，这里好无聊，你是不知道这些岁月我是怎么度过的。我叫净世白莲，你叫什么呀，小珠子？净世白莲，这宝贝要能拐到手，往后修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你在这里很无聊？对呀，不过以后就不会无聊了，因为有你陪我。这里只是方寸之地，外界的洪荒世界更加精彩，我打算出去看看，你愿意与我一起吗？你想把我炼化成你的灵宝吗？不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全力助你化形。真的吗？包真的。那我信你。虽然我不能让你炼化我，但是如果你需要，我会配合你使用我的。这气息是前辈境的高人在斗法，我还是离远一些吧。这帮人不讲武德，竟然把这么棘手的前辈境朝我这儿引！道友快走，这煞龙乃是太乙金仙境强者，非我等所能对付。哎，这些人还怪好嘞，知道不能连累别人。不管了，太乙金仙境的煞龙绝非现在的我能对付的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检测到宿主偶遇三霄娘娘与五财神，选择1，明哲保身，远离是非，奖励风之法则碎片1；选择2，挺身而出，击杀煞龙，奖励云之法则碎片1。刚才那4位道友竟然是云霄、琼霄、碧霄以及五财神赵公明。三霄娘娘赵公明，若是今日能与他们结个善缘，万一哪天神珠被赐给了赵公明，我再开口索要，岂不是容易许多？可那头煞龙毕竟是太乙金仙的修为，大姐，这畜生是太乙金仙，硬拼不过。撑不住了。等等，虽然那煞龙是太乙金仙，但我这有天克他的法宝净世白莲啊！净世白莲可以净化世间一切污秽，煞气自然也在其中。系统，我选2。小白，等下帮我镇压那头煞龙。
孽畜，胆敢在无眼皮底下伤人！四位道友莫怕，我助你们降服这孽畜。那，看我法宝！饶你不得！镇下！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云之法则碎片城1。系统的奖励也到手了，美之汁儿。多谢道友出手相救，今日道友的救命恩情，我们兄妹4人铭记在心，日后定会报答道友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敢问4位道友尊姓大名？贫道云霄，这位是我的兄长赵公明，这2位是我的妹妹碧霄和琼霄。见过道友，贫道与3位妹妹来自峨眉山罗浮洞。道友，你也是要去东海金鳌岛的吗？正是。难不成4位道友也是要去金鳌岛拜上清圣人为师？正是。是呀是呀。既然我们都是要去金鳌岛，不若同行可好？善。圣人讲道，可遇不可求。我们先去占据一个有利地形。不愧是三清中代表青年肆意张扬的通天教主，这波出场画面感太足了。参见圣人，起来吧。讲道开始。先于室外秉简当心，林木叩齿3通。存室内有紫云之气遍满，有玉玉来观照身。圣人大老爷的讲道太玄妙了，说不定我就能在这次讲道中参悟出化形之法呢。听到听到。传说净世白莲能提高悟性，今日一试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醒来。谢圣人为我等讲道。未能参悟无上情真意的，就此退去。不错，尔等能参悟出些许上清玄妙，与吾有缘，可入吾截教门庭为记名弟子。拜见师尊。先天一缕清风化形，根脚不错，且与吾有深厚的师徒缘分。汝唤何名？回师尊，弟子名赵公明。即日起，汝便是我外门弟子，当为外门大师兄。你身边3朵先天彩云，亦可入吾外门。弟子谨遵师尊法旨。拜谢师尊，启禀师尊，苍元道兄根脚不逊于我等，且乐善好施，福缘深厚，乃1等1的先天生灵。哦，都说琼霄是莽夫，不愿动脑，碧霄憨憨的没脑子，如今看来你云霄才是最勇的那个，敢在圣人面前插话。灵宝化形，根脚不俗，如可拜入外门，即日起为吾外门第5弟子。弟子苍元，谢师尊圣恩。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宿主境界提升。尔等既已入吾门下，这些灵宝为师便赐予你等防身。24颗定海神珠，只要融合了它们，我的根脚就能提升到先天神圣。赵公明，弟子在。还好，定海神珠没有赐予赵公明，有戏。云霄，弟子在。赐你们姐妹3人极品先天灵宝混元金斗与金凤3，如姐妹3人当好生运用。谢师尊赏赐。到我了，师尊会把定海神珠给我吗？苍元，弟子在。你乃先天灵宝定海神珠化形而成，为师这里有24颗定海神珠，如今便赐予你了。弟子谢师尊圣恩。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宿主定海神珠坐标。好了，汝等可在金鳌岛内外自寻地盘建立洞府。弟子告退。苍元道兄，不知你是打算在金鳌岛上设立洞府，还是在外另寻他处？吾欲在金鳌岛上暂时设立洞府，待闭关结束之后再外出另寻他处。想必道兄急于闭关消化此次所得，那我与3位妹妹便不打扰道兄了。苍元道兄，我们姐妹3人与兄长在外寻找道场时，也会帮你多多留意合适的地方的。那就多谢云霄师姐了。那么接下来，
就是将这24颗定海神珠纳入己身，提高根脚了。吞噬了24颗定海神珠后，不仅根脚提升到了上品先天神圣的层次，修为更是一举突破到了太乙金仙，但还感觉差了些什么。对了，定海神珠本就具备空间与造化本源，燃灯抢去赵空明的24颗后，以神珠加乾坤尺为西方开辟出24诸天世界，可这世界到底要怎么开辟呢？哈哈哈哈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演化的，哈哈哈哈。当年赵公明拿着24颗定海神珠，简直就跟挂了无限蓝条一样，先天灵气取之不尽，凭一己之力硬刚阐教12金仙，把这群人打得抱头鼠窜。等我集齐36颗，以36座世界为根基，岂不是法力无限，同劫无敌？系统之前讲了那颗神珠的坐标，如今我已融合24颗，正好去寻它。怎么会有如此张扬的金仙妖气？我人族乃圣母女娲娘娘创造，你今日这般行径，不怕招来圣母娘娘的怪罪吗？放屁！女娲娘娘乃我妖族圣人，岂是你们这种羸弱种族能高攀的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汝等人族的诞生，不过是女娲娘娘为我妖族创造的修炼资源，休要胡扯！那你说说，为何吾吞了不知多少人族，女娲娘娘也未降下圣罚，还不是你们不重要？好了，莫要挣扎，让本大王把你们全都吃了！如区区金仙蝼蚁，竟敢妄论圣心，其罪当诛！你是谁？休要多管闲事！本大王的老祖乃天庭的太乙妖王，你敢动我，老祖定不罢休！贫道乃截教通天圣人座下弟子，汝背后的太乙金仙，要是想给你报仇，就让他尽管来便是，贫道一并斩之。拜谢截教上仙，拯救我太虚部落。你们不必把那妖族的话放在心上，他一区区金仙蝼蚁，又怎能猜透圣人心思？那不过是他为了瓦解你们的心理防线，信口胡诌的乱语罢了。可上仙，我人族自出世至今，没的族人何止亿万，为何圣母娘娘不为我们主持公道？圣人维护洪荒天地，制定秩序，又岂能因一族一人而分心？若人族事事都要女娲圣人照料，那人族岂不成了趴在圣人身上吸血的臭虫了？人族当自强。上仙教训的是晚辈愚钝了。晚辈名叫太虚云海，是本族族长。前辈不嫌弃的话，还请到我族部落坐坐，好让我们感谢上仙的救命之恩。善，你先观察一下洪荒人族和蓝星人族有何区别。另外，在我的感知里，其中一颗定海神珠就在这太虚部落里。这是定海神珠的本源气息。上仙，可否把这石头给我瞧瞧？可以，肯定可以。果然是他。这3颗果实你收好，在孩子少年、青年、壮年时各服1颗，可保他仙途顺遂。谢谢上仙恩赐，谢谢上仙。终于到手了。第26颗定海神珠，第26颗，本源再次增强1阶，根脚提升些许，只可惜距离顶尖先天神圣还差得远。汝人族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抹除我醍醐老祖的孙儿！汝等人族这般传弱，定不可能是处置吾孙儿的凶手。把那凶手的情报告诉吾，吾给你们一个痛快。妖物，汝要解决便解决，我人族岂是那种出卖朋友的阴险小人？好，好，好，那就从你开始。我会从你的元神里看到想要的一切。道友莫怪，就当老祖从未来过这里。
谢前辈再一次拯救我太虚部落于水火。现在的洪荒妖族天庭势大，随便一只金仙就能处置成片成片的人族。我如今虽是灵宝化形，但本质上还是人族。一想到未来人族即将遭受的灭族劫难，心里就不好受。若是能把他们暂时迁移至我的体内世界就好了。不行，要是让大师伯和女娲师伯知道我把他们的成道根基给拐跑了，我怕是要被他们二位联手收拾的连渣都不剩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在为人族之事而苦恼，选择一，放弃想法，另寻他法。奖励：极品先天灵宝，设计山河图。选择二，坚持原定想法，将人族转移至体内世界。奖励：遮天大阵。真是瞌睡了就来枕头啊！有了这遮天大阵，我的人族转移计划就能实施了，还不用担心被圣人们发现。系统，我选二。因本次选择任务特殊，奖励提前发放。遮天禁制成，从此刻起，哪怕是圣人都休想窥探我体内世界的一切。接下来就是要迁移人族了。前辈有何吩咐？我有一法，可保人族免受妖族欺凌。前辈，此话当真？我在体内开辟了一方世界，若人族愿意，可暂迁入其中，繁远生息。我已布下遮天大阵，便是圣人也无法窥探其中。只是我在人族中说话的分量太轻，此事须得说服人族三族。前辈大德，晚辈愿意陪同前辈前往不周山游说三族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此地是不周山附近，你可能辨别方向，找到人族祖地。前辈，这边请。截教苍元，见过三位人族前辈。不知道有来我人族有何要事？三位前辈，可否跟晚辈去个地方？善。三位前辈，我这世界如何？自是不错的。不知三位前辈有没有想过，将整个人族都迁移到此界呢？道友，你可是知道些什么？若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他们断然不会同意。也罢，就稍稍揭秘一小幅吧。天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移；地不满东南，水涝尘埃滚。道友，此话乃老师所言。我截教教义便是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，故而贫道选择了你们人族。可是道友，天塌这等大事，圣人们难道不会管吗？圣人管的是天地众生，可不会特意庇护某一族。若等到那时，怕是为时已晚了。贫道不过是秉承教义，为人族谋一线生机。若是三位前辈不愿，那就当贫道从未来过。道友，你为我人族截取一线生机，此等恩情大过天，不如我们结为兄弟姐妹，日后你便是我人族的第四祖。人族相邀，选择一，拒绝奖励，蔑视黑莲；选择二，答应奖励，一成人族气运永久加深。系统，我选二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姐，四弟，我们商讨一下具体的计划吧。迁移人族的计划早已定下，现在只待一个时机。丁，检测到天婚在即，圣人亲临。作为圣人弟子，宿主自是有资格参加天婚的。选择一，拒绝参加天婚典礼。奖励：先天不灭灵光100道。选择二，参加天婚盛典。奖励9天息壤1立方米。帝俊与西河的天婚，6圣亲临，整个洪荒的目光都会被吸引，这是最适合迁移人族的时机。我选一。四弟，可是时机到了。不错，接下来天地大婚，整个洪荒的目光都会汇聚在天庭，这个时间便是我们行动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行动吧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姐，人间界中的诸多事宜便劳烦三位了。不出1年，人族便能再次踏足洪荒这片土地上。四弟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人族出不了乱子。你且在洪荒安心修炼。善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，现发放奖励：先天不灭灵光100道。成了，本宝成了，哈哈哈！
这个方法的可行性高达98%。什么事成了这么高兴？说出来也让我乐呵乐呵。我想到我该如何化形了。哦，什么方法？其实很简单，天道不允许极品先天灵宝化形，那我就舍弃了现在的道躯便是。舍弃道躯？对，取我莲子重新培养，连开3品就是下品先天灵宝。到时候我的意识从现在的道躯转移到新的道躯上，不就可以绕开天道定死的界限化形了？有搞头啊！西方教的功德金莲就曾因本源被吸而掉落品阶，莲子也能单独培育，这方法可行。小白，你这方案完全有搞头啊！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？其实是你给我的灵感啦！以下品先天灵宝化形，再吞噬同源本源壮大自身，我也能做到。但是这其中有个难点，你的意识与这极品先天灵宝之身早已根深蒂固，想剥离出来，怕是那些大神通者都办不到，除非圣人出手。请圣人出手，我唯一能请动的就只有师尊通天教主了。可凭什么呢？请动圣人出手，自当要有圣人心动之物。小白，你是可以镇压气运的吧？对呀。那事情就好办了，我们先把莲子培育起来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的本源品阶太高了，普通灵气根本催发不了这些莲子。正好。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耶耶耶！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去找老师吧。前辈，请留步！您等等俺！金毛灿灿，生有六耳，眼神灵动，这不就是六耳猕猴吗？西游中的赝品，洪荒里的可怜猴。小猴，如喊贫道何事？前辈，还请收俺为徒，俺什么都愿意干，什么苦都能吃。乔汝这般，应是天生灵猴，六耳猕猴吧？是小猴前辈。汝可曾怨恨过道祖？因为道祖一句法不传六耳，让你蹉跎至今，修为寸进迟缓。六耳不敢，是六耳有错在先，不该以本命神通窥听道祖讲道的。当年道祖是为了你好，紫霄宫听到的无不是大罗仙，以你当时的真仙修为，听那般高深的讲道，无异于拔苗助长，于自身道途没有半点好处。真的吗，前辈？道祖他老人家真的没有怪我偷听吗？道祖他老人家乃圣人，圣人大爱无私，又岂会因为这点小事怪罪你这小猴？前辈，还请前辈收俺为徒，求求了！丁，巧遇六耳猕猴，作为混沌魔元的4份本源之一，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：选择1，拒绝六耳猕猴，奖励混沌魔元混世无双棍法；选择2，收徒六耳猕猴，后续集其另外3大灵猴，合体成混沌魔元，奖励9转玄元功。系统，我选2。六耳猕猴乃混世4猴之一，与那齐天大圣齐名，我本就有意收他。至于这奖励9转玄元功，盘古大神所创，兼修元神与肉身，直达混元的至高法门，此行不亏啊！六耳，本座乃截教圣人座下第5外门弟子苍元，既然汝诚心诚意的求本座，那吾就大发慈悲的收了你这个弟子。俺六耳猕猴今日拜在师尊门下，日后绝不背叛师门，背叛师尊。若有违背，紫霄神雷降下，灭俺元神，真灵永消。丁，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9转玄元功。好。即日起，你便是我截教3代弟子了。走吧，为师带你回截教道场。是师尊。拜见师尊。拜见师祖。六耳猕猴，天生灵猴，你小子这次出门倒是捡了个不错的徒弟。六耳，此乃后天上品灵宝盘龙棍，便赐予你了。谢师祖，谢师祖。嘿嘿，俺六耳也是有灵宝的猴了。好了，最近就别乱跑了，好好修炼，突破到太乙金仙后期。六耳，殿外候着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师尊，我截教万仙来朝，气运鼎盛，但需一件至宝镇压。弟子观这12品净世白莲就很合适。竟然是净世白莲2朵！你当真愿意将这件极品先天灵宝献给为师？截教是我家，爱护靠大家，弟子为截教一员，自当为截教做出贡献。行了行了，少耍贫嘴，说出你的目的吧。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师尊。这净世白莲乃极品先天灵宝，天道不许其化形。我们想了个法子，取莲子重新培育成下品先天灵宝，再将白莲的意识剥离转移过去，
便可绕开天道束缚。法子倒是不错，可这玻璃一试一试，弟子斗胆，请师尊相助。小事一桩，不过为师不会白拿你的灵宝，为师拿着紫电锤和穿心锁与你交换。若这净世百莲当真能化形，为师便收他为第5亲传弟子。弟子谢师尊。等等，小白成了亲传弟子，那我见了岂不是要喊师姐？去吧，这2朵净世白莲留下。是。这六耳棍法耍的倒是颇有一番气势，大开大合，气势刚猛。这跟我前世见过的武功棍法差不多，都是靠近身搏杀、肉身对抗。等等，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九转玄元功就是最好的武道蓝图，我完全可以根据它，结合人族的情况，将武与仙结合，创造出武道体系。检测到宿主有为人族创造武仙修炼体系的想法，选择1，坚持并实施下去，奖励创世法则碎片3块；选择2，放弃这个念头，奖励因果法则碎片5块。我选1，要是能把武道开创出来，那我这人族第4祖也算是实至名归了。宿主已做出选择，请付诸行动。六儿，师尊，俺这套棍法如何？很不错，勤加练习。为师要去闭关参悟大道，你可在金鳌岛随意选一处洞府修炼，莫要懈怠。师尊放心，俺定不偷懒。四弟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姐，我观金丹大道对人族资质的要求实在太过苛刻，100人中仅1人有资格修行。正因如此，我人族修行者极少。若是将来重返洪荒，我们拿什么去庇护万千族人？那也没法啊！仙道体系对后天族人近乎绝望，金丹大道虽难，最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莫怕，贫道观仙道与金丹大道结合人族3魂7魄与肉身经络，为人族重新开辟了一道，名曰武。巫族的肉身你们知道吧？武道便也有些巫族的影子在身上，打磨肉体，锻炼气血，内炼己身，自我通神。真的吗，四弟？包真的，老兄。100年后，我会在创世之柱开坛讲道，传授武道。你们若有兴趣，也可同来。我乃人族第4祖苍元，100年后于创世之柱为人族讲道，名曰武。继承 C 大道。好了，讲到今日结束。昔日在洪荒，人族入道艰难，受尽欺凌。如今有了武道，汝等回到部落，定要将其发扬光大，让你们的同胞也有保护自己的力量。弟子谨遵五祖法旨，定不负五祖所望。汝6人天资出众，今后便是吾苍元弟子。吾不在之时，由你们统领人间界武道发展。拜见师尊，谨遵师尊法旨。去吧，都回去吧。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创世法则碎片3块。人族之事暂且作罢，接下来我该好好的修炼一番了。3片、6片、9片、12片，给我上！躲！化形至今也有10几个元会了，总算是正道大罗间仙了。不错，比为师预料的要早一些。既已正道大罗，那便该考虑如何正道准圣了。以斩3尸之法正道准圣，需准备3件先天灵宝，寄托善恶自我3尸。
以你身上的先天灵宝储备数量是够的。丁，检测到通天圣人推荐宿主走斩3师正道准圣的路子，选择1答应并且走斩3师之法，成就准圣，奖励上品先天灵宝先天木灵珠；选择2拒绝并且言明要走法则正道之路，正纳混元金仙，奖励世界正道法。系统，我选2。老师，准圣想要正道圣人需鸿蒙紫气，此物怕是已经绝迹，所以弟子打算拼一把，走法则之路。1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世界正道法。正道这条路确实很难，但并非是条绝路。东皇太一、12祖屋皆走此道，为师替你讲道一番，之后你可出去游历，与他们好好请教一番。一道的这些前辈基本都是准圣大能，弟子贸然前去请教，不会被轰出来吧？原则上是这样的，但届时为师让你带上原则便是了。师尊牛逼！多谢老师讲道之恩。法则之路需与同道切磋印证。12祖屋天生掌握法则，你可去巫族请教。且你本体为定海神珠，剩余10颗皆在巫族宝库之中，此行正好一并了结。都在巫族？不错。巫族不修元神，灵宝于他们如同废铁。你若能得祖屋认可，10颗神珠唾手可得，届时36珠合一，你之根基便可彻底圆满。可弟子该以何名义前往？为师赐你清瓶，可瞬息往返。带上它，便是带上为师的面子。多谢师尊。前方就是巫族的地盘了，这些脑子里只有肌肉的家伙，排外的很。要是这个时候能有个反派跳出来，让我跟巫族扯上点关系就好了。妖族孽畜，竟敢窥探我族，死！该死！被这蛮子发现了，得赶紧回天庭！快走！情报已经到手，速回天庭禀报天帝陛下！孽畜竟还有同伙，也给我死来！哼，祸水东引，跌劣的把戏。这是清平剑，道有误会。干气之这啥情况？清平剑，你是截教门下的？截教外门弟子苍元，敢问壮士可是刑天大巫？你知道我？刑天五干气，威风凛凛，杀的妖族闻你刑天之名，无不闻风丧胆。贫道又岂能不知刑天大巫呢？你这道人说话就是比别的好听。此乃贫道自己酿的酒水，刑天大巫别嫌弃。这是什么酒？能干嘛？刑天大巫试试便知。爽，这东西够烈，有劲儿。这东西你还有吗？不多了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酿造的方法。真的？不过贫道这次来是奉师尊之命，来巫族讨教见灵宝的。虽然灵宝对我们没用，但为了防止落到敌人手里，只有祖屋才有资格处置。我带你去见后土祖屋吧，你帮我收拾了妖族，又给我酒喝，想来后土祖屋应该会答应你。那就多谢刑天大巫了。不客气，走吧。此地便是后土部落，那座中央神殿便是后土祖武的道场，我带你去拜见。放心，比起其他祖武，后土祖武脾气最好了。还请刑天大巫引荐。小事，走走走。这就是你口中的脾气好？这该不会是凶兽时代兽皇神逆座下4的凶兽之一的饕餮吧？我不道啊，
反正被后土族巫带回来后，就一直当沙包揍，老惨了。师侄奉通天道友之命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拜见后土师叔，晚辈欲要走混元之路修法则。师尊说巫族12祖巫乃是这一道的行家，所以晚辈特来请教混元之道。你竟是以灵宝化形得道，根脚竟有上品先天神圣的层次。后土叹为观止，假以时日，道友必成洪荒第8尊圣人。自无谬赞，晚辈不会是第8尊圣人。这第8尊圣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第8位圣人是我。正是，不过不是现在的你，是几十个元会之后的你。还请道友指点迷津。后土族巫可曾想过，洪荒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洪荒自开天至今，惨死的生灵不计其数，残魂归于血海，沉沦其中，永无归处。洪荒缺少生与死的轮转。是啊，从洪荒诞生到现在，只有死亡，残魂真灵没有归宿。我该深化轮回。丁，后土祖巫即将深化轮回，请选择。玄二的好处远超前者，但我的世界扛得住吗？宿主放心，开辟6道轮回的功德，足以将世界堆到承载幽冥的程度。玄二，多谢道友指点，后土这便去履行父神赋予的职责。等等，后土祖巫可曾想过，你若深化轮回，世间再无祖巫后土，巫族12都天神煞大阵缺了一角，如何抗衡妖族周天星斗大阵？请后土教巫放心，我刑天哪怕拼了这条命，也坚持到父神真身杀了那帮妖族为止。你一直都在外面偷听？我就听到了一小部分。哦对，帝江族巫让我喊您去盘古殿一叙。我知道了，你且在外面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还请道友指点。祖巫之所以要深化轮回，是因洪荒并无亡魂世界，我直接给祖巫一个世界便是。到时祖巫之身便可留下，巫族需要时你是后土祖巫，不需要时你是轮回的主宰。那便多谢道友了，日后若有需要，后土定不推脱。是。丁，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极品先天灵根、通天剑木。祖巫可还满意？满意，这应该是件灵宝吧？竟让你开辟成了体内世界。贫道正是这定海神珠化形而成。此次来巫族，另一件事便是贫道仍有5颗定海神珠在你们巫族手里，所以道友放心，既是你的灵宝，我巫族定当奉还。多谢。正好我要去会见兄长们，道友一同前往。小妹，这道人是谁？苍元道友与我有助道之恩，你把态度放尊重些。小妹，你莫不是被这道人诓骗了？他区区大罗奸仙也配指点你？小妹，你此话何意？苍元道友点醒我洪荒缺少生死轮转，又赠我一切承载轮回，如此我既可成圣，又可保留祖巫之身，巫族12都天神煞大阵依旧完整。道友之远虑，帝将佩服。帝江兄长，把宝库里的10颗定海神珠给苍元道友即可。那怎么行？那些定海神珠只是下品先天灵宝，这要是让妖族知道了，还以为咱们巫族没好东西送给恩人呢。没错，再选10件先天灵宝。多谢祖巫。请。36颗定海神珠，总算集齐了。苍元道友，再多选几件啊！反正这些灵宝对我们巫族来说如同废铁，碰见喜欢合适的你就拿走吧。那我再选一件。这是太虚神甲，初始天空附魔所化，防御无双，万法不侵，发了。道友，接下来我将前往幽冥血海正道，开辟轮回，道友可愿一同前往？那便一起走一遭。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，免得天庭那帮家伙坏小妹好事。12祖巫，这群巫族的蛮们不好去找天庭的晦气，来老祖我这幽冥世海作甚？
诸位道友，不知来贫道这幽冥血海有何贵干？明和，我家小妹要借你这幽冥血海一用，识相的就赶紧走开，别妨碍我们办正事儿。诸位道友不觉得此举太过分了吗？过分个头！好得很，那老祖今日便会一会你等12祖。小妹，这里怎样？就这吧。吾盘古氏后土，今愿以此界化轮回，开死者界狱，令万灵轮回转世，父神见之。身具功德者被道庇护，若有人敢动我，道必会降下惩罚。爽了，此行不亏。幽冥界6道轮回，立！即日起，吾即是巫族后土，又为幽冥平心。冥河道友，圣人有何吩咐？此番本座正道占了你部分血海，欠你因果。本座想以6道之一修罗道主一职来偿还这份因果，你意下如何？多谢圣人，冥河愿意。兄长，你们回去吧，提防天庭。汤圆你留下。道友，如今幽冥界出城，轮回体系并不完善，道友可愿帮我？平心愿许道友明君之位。丁，幽冥出城，地府轮回体系尚未完善，而今大德后土邀请宿主帮忙。选择1，答应后土的邀请，担任明君之位，奖励提升1个小境界。选择2，拒绝后土的邀请，谢绝明君之位，奖励提升1个小境界。后主道友既然开口，作为朋友，贫道自没有拒绝的道理。道友且放心，贫道会全力协助你的。不是协助，而是道友你来接管。我刚正道，还需参悟轮回奥妙。当然，为了答谢道友，我愿将饕餮赠与道友当坐骑。你把他带来，我可使他元神清明，并设下敕令，保证他不会伤你分毫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不怪我意志力不坚定，而是富婆给的太多了。正好用之前剩下的先天不灭灵光塑造一具冥界化身，日后不在幽冥时，也能代行明君之职。即日起，你便是丰都了。不错，跟我一样的帅气。呆板的本质更增添了一抹忧郁的气质。幽冥界较为特殊，无法重新纳入体内，导致我这具世界化身也只能在幽冥行动，可惜了。算了，也不差了。建筑有了，但是没人啊。截教师兄弟可以搞一搞，与其上封神榜，不如来地府任职。人族那边也可以拉一批，还有巫族，毕竟幽冥因后土而存在，不能全都安排自己人。丁，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提升1个小境界。我这速度，恐怕等巫妖落幕之后，便可正道混元金仙了。生死簿，判官笔，怪不得此人后土娘娘开辟6道轮回的时候不见你俩冒出来，合着你俩是明君该持有的灵宝啊！苍元道友，地府那边可安顿好了？框架已成，但轮回体系庞大，需要大量人手。贫道此来，正是想向诸位祖屋借人。地府毕竟因后土娘娘而存，巫族应有席位。道友说的在理，传令下去，12部落各调精锐，即刻开赴幽冥界。
听候苍元道友调遣。多谢诸位祖屋，都是自家人，客气什么？谢圣人出手。本座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帮你，从今往后，你便跟在苍元道友身边吧。老爷，贫道乃通天圣人座下弟子，入我门下，从今往后，你也是我截教仙了。如今地府还是有些缺人，之后贫道会从截教找一些师兄弟，也会从其他地方找些生灵入地府，填充地府官僚体系。你是明君，地府的一应事务你自己看着办。我可没有管理一切的时间。无碍，那位置是你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告辞。道友慢走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，先发放奖励99散魂葫芦。咦，贫道不是在洪荒与混沌的夹层吗？怎会平白无故的来到洪荒？晚辈截教弟子苍元，见过前辈。若晚辈没看错，这葫芦乃是先天灵宝99散魂壶，而前辈莫非是红云老祖？正是贫道，想不到贫道这一缕残魂，竟被你这截教小辈一眼看破。不过这残魂也撑不了多久了，若无大能相助重塑肉身，终究逃不过一个散字。遍观洪荒，能助贫道者不过寥寥数人。太上无为，原是门下规矩森严，唯有通天道友性如烈火，最重情义。贫道想请小友带贫道回截教，去见通天道友一面。善，晚辈本就打算回碧游宫向老师禀报诸事，前辈便随晚辈同去便是。多谢小友了。善。此番你干得不错，协助后土道友演化轮回，得到了大道的嘉奖，间接性带动了我截教气运的上涨，为师很欣慰。想来此番你的收获不小，下去好好消化消化吧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师尊，这位前辈找你有点事。圣人，自紫霄宫一别，你我已有几百个缘会未曾见过了。想不到我这徒儿竟有缘遇到道友。是啊，若非这位小勇友，我还在洪荒与混沌的夹层中，不知要漂泊多久呢。时至今日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想当初我们3000个在紫霄宫听到的，恐怕没剩下多少了。就连道友你也落得此番下场。圣人，我知自身情况已经无力回天，但心中仍有执念，不知通天道友可否送贫道去武装观？自是可以，不过这护送道友去武装观的事，就由我这弟子吧。弟子遵旨。红云贤弟的气息在时光长河中都不显，看样子已经是凶多吉少了。贤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儿疙瘩还好吗？老爷，关外有截教弟子求见。截教弟子，把人请进来吧。拜见镇元子前辈，晚辈截教第5外门弟子苍元。师侄根脚不凡，竟都是先天神圣，通天道兄好福缘，能拜师尊为师，亦是我等天大的福缘。清风明月，取金棋子，打2颗人参果给师侄尝尝鲜。长辈赐，不敢辞。不知师侄此番来我这武装观有何要事？本座猜你们应该不是刚好路过吧？红云贤弟，镇元子，别来无恙。听闻你遭遇袭击，为兄翻遍时间长河，都未能寻见你的真灵，为兄心痛啊！此番虽大难不死，但处境也未能好到哪儿去。若非这位苍元小友，我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洪荒，又或者死于天外。
多谢了，苍元师侄。红云贤弟，究竟是谁袭击了你？是天庭的鲲鹏、帝俊他们事先封锁了天机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对我暗下毒手。天庭，镇元子，别冲动，天庭势大，非你我能抗衡。可是，最后一缕鸿蒙紫气在你手上，帝俊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届时若他们推演出你在武庄关，天庭大军肯定会连密而来。该如何是好？该如何是好？不对啊，传闻镇元子掌控地书，防御无双，圣人都不敢随意出手，此时怎会忌惮天庭？难道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想到地书勾连红窗地脉，形成大阵的设想？丁，检测到当前的镇元子还未开创出地脉大阵。系统，我选一。镇元子前辈，听说您手里有件极品先天灵宝叫地书，能勾连洪荒所有地脉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晚辈在想，若是前辈用地书勾连地脉，创一方大阵，会如何？比如大阵撑开，谁敢击碎此阵，那被地书勾连的红土地脉便跟着碎。不知这天道反噬，业力加深，有谁承受得起？妙啊，实在是妙！我执掌地书这许多年，竟从未往这处想过，惭愧呀！苍元师侄，哦不，苍元贤弟，你这提点之恩，为兄记下了。不如今日你我与红云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，往后我这万寿山武庄观便是你家，人参果想吃多少吃多少。这不行，前辈与我老师乃同辈道友，该是我师叔才对。若结拜，辈分就乱了。往后咱各论各的，你叫我师叔，我叫你贤弟，不冲突。就是，苍元贤弟，你就从了吧。可是你是不是不给为兄面子，还是说我镇元子久不行走洪荒，这面子已经不好使了？那好吧，小弟拜见兄长。这就对了。来，贤弟，为兄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件上品先天灵宝土灵珠便送你了。既如此，我便不推辞了，多谢兄长。清风明月，把这些果子都给苍元贤弟打包带走。是老爷。来，别客气，不够为兄库里还有。这是金钟巨仙，发生了什么？老师竟敲响了金钟，召集截教所有门人。多宝师兄，此番老师敲响金钟，可是有大事发生。此前玄都师兄急匆匆赶来，我就在旁。他言天庭在圈养人族，打算抽走人族充满怨气的三魂七魄，炼制克制巫族的法宝。人族是不都被我收入人间界了吗？妖族从何处找来的人族？那玄都师兄来我截教，莫非是想请我们出手相助？正是。保持安静。天庭残害人族，造下滔天杀孽，倒行逆施，但圣人不得随意干涉洪荒诸事。此番你们谁愿帮助玄都救回人族？丁，检测到天庭采用养猪的方式增加有限的人族数量，从而炼制屠巫剑。面对玄都的求援，宿主的选择是？我选一。不过大张旗鼓的去是下策。那个玄都师兄，师弟刚刚突破境界，尚且不稳，此番便不同师兄一起了。师弟，修行要紧。哼，我虽不能同师兄一起，但是师弟可以帮师兄喊来一位混元金仙后期的前辈。镇元子前辈与天庭有旧怨，倒是也可以拉来帮忙。太好了！此前我去昆仑玉虚宫，元始师叔已请来西王母前辈，如今加上镇元子前辈和那位混元金仙前辈，便有4尊大神通者了。4尊准圣还是太少了。贫道和12祖屋也有些交情，可以把他们一并喊来威慑天庭。苍元师弟的恩情，玄都没齿难忘。以后若有需要，随时开口。那我便去联络了。师弟们，快走！
遮天大阵，起！谁偷袭我？看什么看？别让我抓到现行！你发什么疯？让你暗算我，我不就是把你珍藏的仙丹换成泥丸吗？你竟扇我巴掌，混账！我攒了好久的，原来是你！贵圈真乱。该死的妖族，就这也配当洪荒共主？吃屎去吧你们！有准圣坐镇，不能硬来，得等个契机。多谢祖无相助。行了行了，什么时候开始攻打天庭？本族都快按耐不住了。马上开始。贫道明和奉大德后土之命前来协助。天庭，还我族人！玄都师兄他们到了，动手！小白，一个不留！我是人族第4祖苍云，来带你们回家。前门唱戏，后院搬家。帝君，这出空城计，贫道送你了。玄都失职。今日你带着这么多人冲击天庭，莫不是对天道正统不满，想要颠覆天庭，逆天而行？帝君，放我人族，我等自当离去。如若不然，强攻！不好，天庭内部出事了！这些该死的妖族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四弟，这段岁月来，我族依靠武道，综合势力已经翻了几10倍不止。不如我们人族与巫族结盟吧，一同对抗妖族。不行，如今人族虽比以往强盛些许，但还不足以与天庭为敌。进入战场，就人族这点家庭，你们信不信一天就能全部打没？难道几百万亿同胞的血海深仇就不报了吗？不是不报，而是要缓报、慢报、优报，要等待时机的报，要落井下石的报，要根据具体情况精准、高效、有策略的报，而不是盲目的脑子一热就去送死。听你的，你是我人族五祖，你的决定我们无条件支持。人族不光要发展，还要学会隐藏。即日起，我再开一届，名曰武神界，创立武神殿，凡是金仙境者都可进入武神界，成为我人族的底蕴。系统，我的任务奖励呢？丁，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人族至宝崆峒印。人族至宝崆峒印，这可是承载气运、废力禳皇的神物。不是系统，我崆峒印呢？宿主别急，让崆峒印飞一会儿。人族至宝崆峒印，不对，为何人族的气运强大了这么多？吾为人族圣母，崆峒印当由吾来执掌。竟是这件至宝，想不到会在此刻出世。吾为人教教主，崆峒印当由吾来执掌。这就是崆峒印吗？看着就很霸气啊！如今轮回已开，消了这些怨魂上的怨气，便可送他们轮回往生。
这笔账必须要和妖族清算。接下来估计能消停一段时间，然后便是10日恒天，妖王决战。10日横空，决战的开端开始了。冰检测到10日横空，羿射9日，金乌9死，仅存1只。宿主触发命运的选择，选择1，无所作为，静看事态的发展。奖励极品先天灵宝，拐斗仅存的金乌太子。奖励蓬莱仙岛坐标。系统，我选2。10日横空，究竟是命运使然，还是另有其人在背后谋划呢？天庭孽畜，安敢荼毒洪荒！来得正好。10日到手，赶快撤离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镇定。你是谁？吾乃人族第4族，你们天庭对我人族造成了不可原谅的罪孽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入我门下，成为人族护法，日后必有人族替你妖族赎罪；二，同你兄弟一样，灰飞烟灭。前辈，小六愿为妖族赎罪。还叫前辈？明白了，老师。暂且无事，你就待在这里好生修炼。太乙金仙后期的修为，可当不了人族护法。图为剑上的怨念被净化的也差不多了，完成了。接下来该去蓬莱岛探探了，看看有什么宝贝，为不久后的妖王大战做准备。这里就是蓬莱。这股气息远超寻常灵宝，巫道茶树，还有鸿蒙亮天尺。晚辈苍元，见过梁天尺前辈。晚辈此行前来意欲寻你，不知前辈可愿助晚辈一臂之力？吾在你身上感受了灵宝的气息，你竟是灵宝化形，哈哈哈！你这小辈倒是直来直去。也罢，吾对你也是好奇的紧，便跟你一段时间。小子，往北边走，蓬莱仙岛的界碑在那里，只要炼化了界碑，就能彻底掌控此地。多谢前辈。蓬莱界碑已炼化，此岛尽在掌控。蓬莱、方战、瀛洲并称3仙岛，我在方丈化形，如今蓬莱到手，瀛洲仙岛正在妖族天庭手中。3仙岛若能合一，便可在这东海之上布下一座天然的3彩大阵，便是准圣来了也休想轻易攻破。方战岛的界碑该回去炼化，至于瀛洲，一个、2个，这大罗金仙就跟路边的灵翠一样，接连消散。谅解中纵然是准圣都有消散的风险，恐怖至极，希望我们截教不要参与到谅解中去。放心吧，大姐，这一谅解跟我们截教没关系，
敬送黄琴3两卷即可，亮节找不上我们的。说得好，下次别说了，下一亮节入节的就是我们了。云霄师姐，公明师兄，我需你们帮我一个忙。师弟，你说。我听闻当年仙庭所在的瀛洲岛被帝君夺走，就安置在东海之内，有妖族把守。我想让你们前往瀛洲岛，等天庭落败，直接出手把瀛洲岛占据。师弟且放心，我们一定帮你把瀛洲仙岛抢夺到手。汝等是谁？竟敢占据吾龙族仙岛！此前瀛洲岛是天庭的，现在又被我们先得到，你们怎么能说是你们的？瀛洲岛乃是帝俊从我龙族手中夺走，如今自横归于我族。滚！是，我们现在就滚。好了，你们先在瀛洲岛四周盯着，莫让一些宵小来染指瀛洲岛。我去炼化一下界碑。混沌3仙岛总算是进阶归于我手了，接下来该设立我的道场了。天道不仁，愚弄众生，既不许我巫族存在，那我共工就拉整个洪荒陪葬！不是吧？我都提醒了，还能让不周山折断？唉，准备看女娲师叔补天吧。师尊，这是断蛇的不周山吗？是，苍元，为师打算……老师，弟子瞧这断蛇的不周山与弟子有缘，能否赐给弟子？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老师，你说，你女娲师叔已有补天之法，但缺撑天之物。你去北海取玄龟4只撑天，这节不周山便是你的。宿主参与到补天之中，被众圣赋予了寻找撑天之物的重大任务。弟子保证，寻回撑天之物。老龟，我家老爷驾临，还不速速迎接？玄龟，吾乃上清圣人门下弟子苍云，如今奉3清圣人、女娲圣人之命，来取你4只当撑天之用。既是圣人之命，那我自当遵从。动手吧，杀了我，取我4只。谁说我要杀你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线生机，吾乃截教苍云，今日便为你截取一线生机，舍弃这累赘肉身，元神入轮回重修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但我的元神被困肉身，根本逃不出。无妨，没有元神，一点真灵也可以。元神已脱困，还不发下誓言？天道在上，吾北海玄龟今愿以4只化撑天神柱，撑起洪荒青天，永不坠落。玄龟，你算是混上源源不断的功德铁饭碗了。随我入幽冥。多谢道友大恩，来日必报。
老师，我的不周山呢？在你二师伯那儿，等他将那半截不周山炼制成灵宝，你直接去昆仑山取便是。谢老师。此番你做的不错，巫妖亮节已落幕，天地道痕清明，法则齐全。你接下来好好闭关，待正道混元金仙，为师便升你为截教副教主。是老师。还有一事，此前为师与你们几位师伯师叔共同修复了天庭，道祖召集我等前往紫霄宫议事，与新天地之位有关。你们三个谁想做那天地之位？老师，弟子处理教中事务已是极限，若再去天庭，怕是彻底没有修炼时间了。你若走了，截教事务还得为师费心罢了。师尊，弟子道不在此。确实，你若坐上天地之位，怕是和东皇太一一样，凡事武力解决。事实证明，帝俊、东皇他们的方法错了。老师别看我，弟子已身兼地府明君之位，若再占天地之位，实在不合适。后土道友竟许你明君之位，看来你小子对后土道友的帮助，不止为师看到的那点。老师，弟子建议这天地之争，我截教不参与，全听师祖他老人家的便是。想来师祖心里应该也有人选。那此事就此作罢，你们且回去修行，为师往紫霄宫一趟。此番紫霄宫议事，估计已经确定了昊天瑶池的天地王母之位，之后便是人族三皇五帝时期。得找个时间跟老师透露一下，让他同其他六圣扯皮，多争取点三皇五帝的好处。叮，检测到巫妖亮节已经落幕，下一亮节人族当兴。洪荒太危险，坚决不放人族走出人间界。奖励自定义先天至宝胚胎，人族当自强，放人族回归洪荒，经历三皇五帝时期人族大兴。奖励不灭星火特性。系统，何为不灭星火特性？不灭星火特性，绑定一族后，一旦该族群陷入黑暗，近乎灭族，就会触发保底机制，出现一位不可复制的存在，带领人族重新走向辉煌。注：一经绑定，不可更改，永久存在。这一旦绑定的族群衰落，就会触发一次保底机制吗？这特性简直逆天啊！系统，我选2。弟子苍元拜见师尊。苍元啊，你来找我所谓何事？老师，弟子听您说过，巫妖之后人族当兴，对吧？不错，上个时代龙凤麒麟是主角，这一时代巫妖是主角，下一个时代人族便是天地主角。不过人族貌似全都不见了。以太清师伯和女娲师叔能感知到人族气运在壮大，但任凭我等圣人翻遍洪荒，除了玄都，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族。老师，您请看。洪荒中人族消失的事件，是你小子搞的鬼！老师，弟子与人族3祖一见如故，他们非要拉我拜把子。弟子见人族在洪荒生存艰苦，就想着把他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天地之居好些了再放出来。谁能想到，这一等就等到巫妖2族落幕了。那老师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人族放出来啊？苍元，你可知人族如何大兴？弟子不知，还请老师解惑。人族大兴，当经历三皇五帝治世，一步步奠定文明。这期间需有人引领教导三皇五帝，这便是大功德。此番4教6圣可都盯着这三皇五帝之师的位置，之前也就罢了，为师想着拿下一尊三皇之师，一尊五帝之师便可。但现在人族掌握在我截教手里，那为师可就得多同那几位好好说道说道了。那老师感觉能拿下几个名额？1个皇师，3尊帝师。不过无论是开启三皇五帝时代，还是宣告人皇功绩，都需要一件灵宝的问世，有了它，话语权才更大。那师尊若是再加上这个呢？这你哪来的？不知道啊，老师。当日弟子正在闭关，这块玉玺就自己破碎虚空，撞进弟子怀里了。苍元啊，你说这三皇五帝，我截教该拿哪几位呢？帝皇与第1帝、第2帝、第5帝，有何见解？没有见解，全凭感觉。
许是这崆峒印给你的提示，就按你说的选。那老师，我该何时把人族放出来？不急，先让他们急一急，等他们急了再放也不迟。不周山炼制的灵宝已经完成，你有时间去昆仑山一趟，找你二师伯取回来，争取在天皇治世结束之前正道浑元金仙。如此，你便是玄门3代第1人。是老师，弟子这就回去闭关，随后便去昆仑取翻天印。弟子告退。不愧是混元之道，刚刚正道混元金仙，我的法力就堪比斩去2师的准圣中期。若比战力，全力以赴的我，怕是连斩去3师的准圣后期都能战平，甚至是将其彻底镇压。圣人的注释。吾教苍元，正道混元金仙，不日荣登截教副教主之位，诸位道友皆可观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师还真打算让我当截教副教主啊？怎么，为师还能诓骗你不成？弟子拜见老师。不错，还以为你正道浑元需要10个元会呢，想不到3个元会就完成了法则破6成。弟子还得多跟老师您学习。哈哈哈哈！你且去趟昆仑首阳挖黄天须弥山幽冥，给那6位圣人下帖，人族大兴后来我截教观礼。是，老师。见过后土娘娘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以法则正道混元，很不错。多谢娘娘夸奖。苍元，你可愿为本座做件事情？娘娘请讲。共工撞断了天柱，弱水席卷洪荒，造成无数生灵陨落，再加上因巫妖亮劫而消散的生灵，种种因果下来，天道给巫族降下的业力，比之前任何一族的都要恐怖。虽说有父神的开天功德帮我们化去了9成业力，但剩下的1成业力依旧恐怖，所以我巫族急需大量的功德化开业力。道友，苍元弟弟，帮帮我！娘娘您别这样，我害怕。叮，检测到后土的求助。系统，我选1。我想到了。想到如何帮我了吗？不错，娘娘您且听我娓娓道来。3皇5帝中，第3皇的人皇需完成功绩，便有部落一统、奠定疆域这一项，而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对手。娘娘可给人皇安排一个对手，若胜之，可正人皇；若败之，可正兵族。2者皆可获得天道功德。那苍元弟弟，你看我巫族中有谁可担此重任？是有。我这就回去安排一番。叮，宿主完成选择奖励特殊灵宝武道圣殿。系统，这武道圣殿有何妙用？可聚拢天地间武道气运，且可当镇压一族气运之灵宝使用。注：凡修行武道者，皆可产生气运。这么厉害的吗？凡是修行武道者皆可产生气运，那要是让洪荒生灵都修行武道，我身为五祖的气运岂不是海了天去了？666，看样子不武洪荒势在必行了。5人族5祖苍元，昭告天道，人族繁育多代，后天人族资质大不如先天人族，纵然有金丹大道简化修行，亦是仙道难成。今日吾苍元立武道一脉，昭告洪荒天地，武道者不以先天为凭，不借外物为基，唯以自身作炉，融日月精华、洪荒灵气，炼骨铸魂，以气血为核，在武道真意，炼体可抗外力，修心能定神魂，一拳开混沌之盟，一脚踏乾坤之序。今吾以此道收与人族，破万难，御外敌。凭自身之力立于世，以武道之光照彻洪荒，洪荒万族皆可来人族学习武道。吾以灵宝武道圣殿镇压武道，人族气运，武道立。即日起，吾为五祖，不武洪荒，万族皆可学，望天道见之。准。人族的时代开始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姐，属于人族大兴的时代来了。在人皇未出之前，暂由你们继续引领人族。四弟放心，事关我族兴衰，我们一定严格按照你的要求去做。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不灭星火特性。系统绑定人族，若未来真有不可逆的劫难，这便是人族最后的大保底。万事皆休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好，四弟慢走。这里是女娲宫。
弟子见过女娲师叔。谁能想到玄门3代第一个混元竟会出自通天道兄门下？你很不错。多谢女娲师叔夸奖。并非夸奖，只是在阐述事实而已。吾听闻你与幽冥的后土道友关系不错，是有一些交情。送吾兄长入轮回，你若答应，吾也可答应你一件事情，哪怕是日后有圣人对你不利，吾也可保你永世无忧。丁检测到女娲的请求，选择1，答应女娲请求，奖励特殊灵宝真灵聚拢瓶。系统，何谓真灵聚拢瓶？在瓶身刻下名字，可从归墟，从幽冥，从时间长河，从天地万事万物上收集他们的真灵，聚拢到可转世的程度。有此瓶，消散的祖屋真灵便有了重聚的办法。届时与后土娘娘说明此事，伏羲入轮回便不再是死结。系统，我选1。女娲师叔，弟子可以答应，但不敢保证能成。善，此乃安神瓶，位列上品先天灵宝，其中封存着我兄长伏羲的一点真灵。我需你帮我把我兄长的真灵投入轮回转世，转生为人族。除了此前我答应你的，这安神瓶便送你了。弟子领命，这便告辞。娘娘，此乃伏羲的真灵，女娲师叔命我将之投入轮回，转世成人族。苍元弟弟，你难不成不知道这伏羲曾导致我兄长陨落，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吗？我知道的，但我两边都不想得罪，所以找了个折中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此乃我偶得的一件特殊灵宝，名为真灵聚拢瓶，只需在瓶身刻画名字，将其放在时间长河上，此瓶便可从时间长河内无数时间线聚拢已消散之人的真灵。你是说，此瓶能聚拢已消散之人的真灵？对的，但一个瓶只能刻画一个名字，也就是说，十尊祖屋，娘娘你目前只能选一个救出。已经很不错了，最起码还有希望，不是吗？这种灵宝你是在哪里得到的？他自己钻我怀里的，若是还有，我定给娘娘送来。好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伏羲转世是吧？准了。娘娘，我还要前往首阳山拜见太清师伯送帖，便不久留了。去吧。苍元告退。山火，苍元，弟子在。父皇投胎，玄都另有要事，此番父皇辅佐之事，便交给你去办。大师伯，苍元该做什么？去风阁部落寻一个叫华苏的女子，她腹中孕育的便是未来的人族父皇。你需护她降世，收她为徒，教导成人。待她功德圆满，父皇正道，你自有一份功德。苍元领命。父皇正道需一件推演之宝来演化先天八卦。妖皇帝君的河图洛书，如今在北冥鲲鹏手中，待父皇需要之时，你自去取来便是。弟子明白。你轻点，祖宗！把他打坏了，那位动怒，你们整个部落都得遭殃。好帅啊！小哥，你叫什么呀？来自哪个部落？要来我们风阁部落定居吗？阁下是谁？来我风阁部落作甚？吾乃截教副教主，人族第4祖五祖苍元，此番为他而来。为我而来？你要娶我吗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师叔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苍元先祖是我们的先祖，你们中间差了辈分呢。如果没有辈分，他就能娶我了吗？好帅啊！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首领息怒，贫道是为华胥腹中胎儿而来，子期半生，此乃祥瑞之兆。华胥腹中孕育的乃是我人族大贤。大贤？大贤出世，当带领人族崛起，实现人族大兴。你们莫要因为孕育的时间长了些，就把华胥腹中胎儿当成了妖孽。你听到了吧？你肚子里的是我人族尚未降世的大贤。再让我看到你捶自己肚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唉。这也太丝滑了吧！还有，华胥谁让你站起来的？老老实实的躺着不好吗？
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怎么是蛇尾巴？这让我儿日后怎么腾家生子啊？从今往后，你就叫伏羲吧。老师，我人族尚未有趋吉避凶的能力，面对地震、海啸、山火这种自然灾害，若无提前准备，恐会死伤无数。我需要为人族创造一个趋吉避凶的能力出来才行。但弟子困惑，趋吉避凶之法推演已至尽头，但始终不得圆满，还请老师指点。吾听闻昔日妖族帝君手中掌河图洛书，最终战中被鲲鹏卷走，其上演周天星辰的运转，且对悟道有所帮助。你且等着，吾且去替你借来用上一用。多谢老师。无碍，吾去也。饕餮，面对鲲鹏，你有几成把握？回老爷，正面厮杀他远不及我，但他善使急速，若一心逃跑，我还真追不上。不过我有一门神通，可把一切吞入胃中，只要出其不意，纵使他急速洪荒之罪，也休想逃出。何方宵小，雕虫小技，也敢在老祖面前班门弄斧？鲲鹏，河图洛书不属于你，此宝与我西方有缘，交出来吧。汝若不交，那吾便将汝送去幽冥地府，请那位圣人亲自问你要。道友，别！这河图洛书别当是鲲鹏孝敬圣人的，还请圣人收下。吾还要你3滴精血，部分本源。道友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精血本源岂是能说给就给的？地府警告，不要把我逼急了，逼急了老祖我自爆给你看。你爆啊！吾不信你这种贪生怕死的妖敢自爆。道友，给你精血如何？本源就算了。不行，少一个都把你送去地府。道友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若再敢威胁老祖，不敢玉石俱生，瞎威胁什么？道友，你要的都给你了，现在可以放老祖我离开了吧？滚！老爷，为何放着鲲鹏离去？目的已经达到，他的价值大打折扣，留与不留都可以，放他归去。不过是想日后他能找西方教的麻烦而已。走吧，去碧游宫找老师傅。好小子，河图洛书都落你手里了。弟子是想好好说道说道，谁知道这鲲鹏自己钻饕餮肚子里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找为师所谓何事？还请老师把归灵师姐唤来。归灵？老师，师弟，我不是在南极长生宫修炼吗？怎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且问苍元吧。师弟，何事呀？师姐，伏羲参悟先天八卦，需一件推演之宝为引。师姐本体乃先天灵龟，背甲之上的先天纹路，恰好是八卦演化的天然模板。由你以本相将河图洛书驮至伏羲面前，这份因果与功德，便由你一份。我懂了，师弟。去吧，归灵师姐。此宝对我有巨大的帮助，多谢归灵师姐赠宝。不必谢小师弟，我便先回去了。我这个当娘的是不是很没用，一点也不聪明啊，都帮不到我儿。别这么想，你只是聪明的不够明显而已。人族终于有了规避风险的手段。伏羲是天定父皇，红云是命定帝皇。如今伏羲即将功德圆满，也该让红云这个帝皇转世降生人族了。两位前辈，许久不见了。哈哈哈，道友还叫前辈呢，哪怕你不认我和镇元子当兄弟，那也可喊上一句道友，前辈就不对了吧？哈哈哈哈。苍元贤弟，红云这话说的没错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那就罚你此番多吃几个人参果吧。好，那便恭敬不如从命。苍元贤弟，虽然人参果对你如今的修为已经帮助不大了，
但它汁水足，味美啊！敞开了吃，不吃就是不给我镇元子面子。哈哈哈哈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唉，可怜我现在连完整的元神都不是，只能看着你们大快朵颐。苍元贤弟，红云这老东西伤得太严重，时至今日我都找不到修复他道伤补全本源的方法，不知你可有办法？老友，别白费力气麻烦苍元贤弟了。我的情况我自己知道，大道之伤又岂是他人协助便可修复的？能像如今这般维持现状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别说话，打扰了苍元贤弟思考，我跟你急。丁，检测到命定帝皇，面对镇元子的求助，你的选择是笑看洪荒，不做干预。奖励极品先天灵宝无火七擒扇，系统自制。系统，这无火七擒扇有何功效？本灵宝为系统采集材料炼制而成，具备极致的杀伐，无火为为一体，可召唤7种神禽的虚影辅助战斗。系统，我选2。想要修复红云道友的大道之伤，普全亏空的本源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或许这就是我红云的命吧，不必悲伤。但是，但是什么呀，苍元贤弟？哎呦，这个时候就别跟老哥哥卖关子了。你们应当知晓，这个时代的天地主角是人族，人族当有3皇5帝，人皇果位媲美圣人，功德圆满时成就亚圣之境。我想，红云道友大可放弃今世的一切，转世成人族，去搏一搏那人皇之位。而我呢，有那么一点点关系，可替红云道友争取来一尊人皇之位。红云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没？你还有机会呀！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别咬我了，元神都要被你咬散了。苍元贤弟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镇元子莫不敢忘。以后有什么事，你只管招呼我和红云，你指哪儿打哪儿。道友恩情，红云没齿难忘。哎，若是那道鸿蒙紫气没有散落的话，倒是可以送给道友。红云，苍元贤弟走的是法则之路，要那鸿蒙紫去做甚？你还不如把你的99散魂葫芦送给苍元贤弟呢。怎么，苍元贤弟自己不用，就不能给身边的人用了吗？2位老哥莫要争了，事不宜迟，为了方便转世，正元老哥便将99散魂葫芦和红云道友一并交予我吧。贤弟，拜托了。拜见娘娘。娘娘，红云乃是命定帝皇，如今天皇即将功德圆满，还请娘娘帮我把红云道友的残魂进行转世，并且快速降生。既是你开口，自无不可。红云拜见后土圣人，苍元贤弟。红云老哥，时机已到，该你转世了。苍元贤弟放心，转世之后不再有洪荒红云老祖，只有人族红云。善。红云老哥此去，将为人族帝皇，日后会有一女，名叫女娃。那孩子天真烂漫，却命中有水恶之劫，最终溺于东海，化为精卫鸟，衔木填海，永世不歇。看来得先去和四海龙族谈一谈这洪荒水脉的调度了。控水之权，总不能由着他们任性妄为。道友来我东海，不是喝茶下棋这么简单吧？我来跟道友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赌你龙族的傲慢还能撑多久？人族如今是气运之子，我龙族退隐东海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道友何必咄咄逼人？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地上水脉纵横，洪水滔天之时，我人族子民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。龙族号称万水之主，这天下的水脉，道友敢说与龙族毫无干系？我携诚意而来，欲共商治水，可道友让我在这龙墓外苦等3个月。是你龙族还端着上古霸主的架子，觉得我人族不配与你平起平坐的谈？天下水脉自有天道运转，洪水干旱皆是定数。道友把这笔账算在我龙族头上，未免牵强。好一句定数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就现在，东海之畔会来一个人，你龙族必有晚辈按耐不住傲慢，主动来犯。到时候道友且亲眼看看，如今的人族到底配不配和你龙族平起平坐？若龙族无龙来犯呢？那我人族奉上3件先天至宝，全当赔罪。水患之事，我人族自己想办法。
有赌必有赢，你要什么？龙族替天下苍生治水，那便试试。正是我人族共主神农氏之女，女娃。这毛驴是饕餮，混元后期的饕餮，给一个小女娃当坐骑。一个小女娃确实请不动饕餮前辈，但我可以。哪里来的笑声？区后天族群敢在我龙族疆域笑得如此张狂，挑衅！听说人族幼崽能滋补修为，今日倒要亲自试试。起浪，卷过来！道友，这才刚开始，继续看。饕餮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放了我儿！放了你儿，他谋害人族共主之女，罪无可恕。什么共主之女？不过是卑贱后天族群的幼崽，你一个旧时代的失败者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龙族？快放人，否则待我龙族烛龙老祖降临，定让你有来无回。旧时代的失败者，你龙族退回东海，被因果锁链抽得死去活来，还有脸说本座？你鳌拜什么档次，也配威胁一尊混元大能？吾儿，饕餮，我龙族与你誓不罢休，请烛龙老祖出手，镇压此僚，为吾儿报仇。道友，你这位后辈在喊你呢，不去救？报仇？拿什么报？拿我龙族最后的家底去给他陪葬吗？道友是个明白人，傲慢的代价道友已经看到了。现在这治水契约，龙族是签还是不签？道友，你赢了，服气，服气。我龙族横行洪荒时，人族不过是山野间茹毛饮血的生灵。今日却让道友看了笑话，我龙族的脊梁骨早就被谅解打断了，偏偏还端着霸主的架子不肯弯腰，可笑可悲。道友且稍后，待老夫处理了外面的事，再回来与道友详谈。是。不愧是龙汉时代的老怪物，这时间法则的运用，圣人之下无人能及。若非业力缠身，早正道混元了。烛龙老祖来了，老祖来了，天就亮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吾龙族沦落至此，你不管教子嗣，反纵容其胡作非为，这东海龙王，你便是这么当的？诸位人族的道友，今日之事是龙族之过，翱翔袭击人族共主之女，死有余辜。饕餮道友处置的好，鳌拜教子无方，即刻废除东海龙王之位，回龙墓闭关思过万年，由其次子敖广继任。烛龙前辈通情达理，若我人族再咄咄逼人，反倒显得小气。前辈胸襟令人敬佩，此事就此作罢。道友，你教老夫看的这场戏，老夫看得明明白白。我龙族走到今日这一步，怨不得天，怨不得地，只怨我们自己睡得太久，醒得太迟。谢道友成全。天道在上，今我烛龙有感洪荒水患严重，吾龙族愿以真龙之身镇压水脉湖泊，抚平水患，望天道见之。道友，你看如今的人族如何？
强大到我先天三族巅峰时都要联手抗衡。若三皇五帝治世之后，不敢设想。人族乃时代主角，气运如日中天。那道友有没有想过，龙族与人族结盟？结盟？盟友？不错，龙族成为人族的图腾，为人族兴云布雨，镇压水患。只要龙族干得好，人族产生的信仰之力，可助龙族抵消天道业力。承蒙人族看得起，吾龙族感激不尽。善，道友果然看得透彻。奇怪，这小家伙诞生之后，天道竟然没有降下业力加身在他身上。这是应龙，恐怕是为了辅佐皇帝击败蚩尤而诞生的。天生被天道赋予了使命，天道又怎会降下业力惩罚，让应龙无法成长起来？道友，此子无业力加身，可否让他拜入你的门下？丁，刚诞生的应龙，你很是喜欢。面对烛龙老祖的请求，选择2，答应烛龙的请求，收下应龙为徒。反正按照既定的轨迹，封神节截教弟子无论如何都躲不开的奖励——混沌龙神本源，精血1份。系统，这混沌神龙是何许人也？3000混沌魔神之一，位列前100，龙道道主，混元无极大罗金仙的存在。我就要这个。系统，我选2。既然道友有此意，那吾便答应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小家伙便是吾苍元的亲传弟子。多谢道友，这件星辰棋盘和三弟无兄之心血，便送给道友当拜师礼了。小家伙，你叫应龙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龙族第10龙脉的始祖了。谢谢老许。极品先天灵果，老师这里有的是。小应龙，这是吾族之王祖龙珠以及老祖蕴养的后天至宝毒龙宝印，莫要辜负老祖对你的期望。作为老师，贫道也不能寒酸。徒儿，你看那处，此地竟有先天禁制护持，莫不成藏着什么奇珍异宝？老师，那我们快去寻宝呀！可是那金光看起来好凶。区先天禁制，还拦不住为师。哇，老师，这棵树在燃烧，好香的茶味。业如烈火，道陨天成。这是上品先天灵根大红袍茶树。大红袍很厉害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若这是大红袍，那此地便是大名鼎鼎的武夷山了。徒儿，我们今日撞大运了，极品先天离宝落宝金钱定在此处。走，随为师去寻那落宝金钱。老师，那枚铜钱长了翅膀，还有好多金色的链子锁着它。那便是落宝金钱，周围的链子乃是商之法则，也可称为交易法则。交易？怎么交易啊？这落宝金钱能刷落天下一切灵宝，但代价是使用者必须用自身的气运与之交易，气运不够便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这么危险，那老师我们还要吗？为师气运如渊，岂会惧他？想跑？运道不错，日后公明师兄若走商路，此物倒是绝佳的机缘。看了这么久，不出来见见？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他们好像很怕你。未来的销声草宝罢了。放心，贫道对你们没兴趣。好生孕育吧。喂，门口的禁制，刚才那个人他进来了。我不到啊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你瞎呀？他明明就进来了，还把咱们家底都掏空了。那他最后不是又出去了吗？人家来去自如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么小题大做干嘛？睡觉睡觉。师弟，我是真没办法了。那交易市场本是为了互通有无，现在倒好，为了一代道古换己之机，天天爆发激烈争执，这市场都快瘫痪了。是啊，小师叔，弟子枯坐49天也想不出破解之法，这才厚颜来求您指点。我当是多大的事？就凭这枚小铜片，能买下人族所有的牛羊，让你那死水般的市场瞬间起死回生。这破铜片不能吃不能穿，如何能解这惊天危机？对啊，师弟，这虽是灵宝，但对凡人商业有何用？这帮洪荒土著对经济学真是一无所知。万物皆有价，但物与物直接交换，永远无法绝对公平。你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衡量标准，
一个一般等价物，我称之为货币。可这东西凭什么让所有人认可？凭你人族共主的威望，凭你定下的铁律。回去召集工匠，按此物去掉翅膀的模样，冶炼铜矿，铸造钱币，用它给所有货物明码标价，统统定死。有了钱币为基准，大家只需用钱币买卖，再无争端。拿去当模板，做好防伪与独有编码。敢私自造假者，严惩不贷。师叔传道授业之恩，人族永世不忘。弟子这就回去推行。师叔的钱币之法，彻底盘活了人族气运。吾神农氏今功业已成，当告于天地。神农氏尝百草，兴农耕，定钱币。今功德圆满，册封帝皇果位。东边轩辕诞生，南面蚩尤出世。后土道友果然信守承诺，蚩尤魂魄已入轮回，投生九黎。这步棋总算是落下去了。重统者降世，走，随为师去收个新徒弟。此子与贫道有师徒之缘，二位可愿成全？仙师愿收犬子，是天大的福分。从今往后，你便叫仓颉。老师，师弟的眼睛真的有4颗眼珠子。这是重瞳，洞察之力远超常人。师尊，弟子有事请教。着陆，师尊，这煞气不对劲。轩辕和蚩尤之间已经到了这一步吗？算算时间，也该到这一步了。不过，蚩尤身上的煞气不该这么重，看来有些事终究还是走了偏差。当年我与你后土师伯说过，蚩尤投胎九黎是为人族兵戈杀伐之路，这本身没有问题。但若煞气失控，从兵道堕入魔道，那就不是人族大幸，而是巫族借人族气运反哺自身了。师尊的意思是，巫族那边……不，你后土师伯不会做这种事。但蚩尤转世之后，自有其命数与心性，有些路一旦走偏，旁人未必拉得回来。收拾一下，即刻动身。要去打架吗？去看着。若巫族有人想借蚩尤之手反哺自身，那这架才轮到你来打。他的坐骑被那头石铁兽击溃了，现在他一个人要扛着蚩尤和石铁兽2个大罗新仙。按原定轨迹，应龙本该是轩辕的坐骑，专克石铁兽。但如今他是我徒弟，让他这小身板去跟那等凶物肉搏，还不够那石铁兽塞牙缝的。就决定是你了，金乌老六。系统，我选2。轩辕无非是缺一个能抗衡石铁兽的坐骑，为师给他另寻一只便是。另寻一只？去哪儿找呀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路亚，老师，您唤弟子何事？你且去着陆平原一趟，暂时为人族轩辕当断10日坐骑，助他打败东夷蚩尤，问鼎人皇之位。怎么，让你堂堂金乌太子去当坐骑，你心有怨言？老师言重了，若无老师收留，弟子如今怕是还躲在洪荒某个阴暗角落里苟延残喘。况且，我妖族欠人族天大的因果，我不替妖族还上，谁又能替妖族还呢？很好，你也别觉得委屈，
助轩辕击败蚩尤，人皇功德当有你份，用来抵消妖族业力也好，自己修炼也罢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真的吗，老师？包真的。弟子这就去捉陆平原，助轩辕。轩辕共主莫慌，吾乃截教3代弟子，人族护法金乌路鸦，那头大熊交给我了。金乌，妖族，吾乃帝俊之子路鸦，如今是人族护法金乌，特来替妖族赎罪，偿还昔日因果。多谢道友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当年吾没机会解决帝俊那杂毛鸟，今天就亲手撕了你这小畜生！呆，如我父亲，饶你不得！大雄休要逞凶，与我斗上一斗！轩辕小儿，算你命大，来日再战。此番虽有路鸦相助拖住蚩尤，但我军底蕴毕竟不足，依旧落了下风。我不能输，人族绝不能输。师尊，蚩尤身上的煞气已经超出冰道范畴了，那股力量透着邪性。看看吧，看他最后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正面硬拼。我军数量虽多，但东夷大军阵法森严，我们只是勉强不崩。如何才能取得优势？正面不成，那便智取。东夷军阵精妙，你们若能寻得一位精通兵法、善排兵布阵的贤能，方能拉平差距。听苍元道有此言，贫道倒是想起西王母座下有一大将，名唤九天玄女，精通奇门遁甲。若能请他下界，老师此话当真？还请老师务必走一趟天庭。贫道这便去。玄女。见过共主，哈哈哈！人族轩辕见过玄女道友，有道友相助，蚩尤无虑也。轩辕部显露颓势了，弟兄们，乘胜追击，吞了这块肥肉！穷寇莫追，回来！诱敌深入，伏兵围歼，晚了。轩辕，你总算有点我对手的样子了。蚩尤，投降吧。论物资消耗，你耗不过整个人族。哈哈哈哈！你怎不向我投降？若无你背后之人，你有什么资格与我相提并论？冥顽不灵，那我便将你打服，彻底解决。公主，蚩尤部起了诡异大雾，风吹不散，将士们在里面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连大罗金仙都吹不走吗？风伯雨师，巫族的大巫，起雾是他们的合击绝技，借天地水气凝煞成雾，确实不是蛮力能破的，连大罗金仙都驱不散，除非有能始终确认方向之物。对，造一个能始终固定方向的军备出来。老师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那大雾之中蕴含煞气，驱之不散，吹之不走。弟子以太阳真火焚烧，也只能勉强在雾中撑开一片区域。老师方才在帐中说这不是蛮力能破的，那弟子该用什么法子？路鸦，你是金乌，太阳真火是什么？焚尽万物，至阳至刚。那你觉得雾是什么？你一门心思用太阳真火去焚烧煞气，等于拿火去烧水里的盐，火再旺，水烧干了盐还在，有什么用？老师的意思是，你要对付的不是煞气，是水。把水蒸干了，煞气湿了衣服，自然消散。风伯雨师的神通再强，也得有水才能起雾。没了水，他们就是两个嗓子大点的巫族，喊破天也吐不出一口雾来。弟子明白了，不是硬破他们的神通，是从根上断他们的依仗。有这大雾掩护，轩辕小儿就算有千军万马，也只能干瞪眼。公主英明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是怎么在大雾中辨别方向的？公主，他们杀过来了！撤！快撤！公主，回去吧，退守东夷，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不，我有不能退的理由。公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仗打得太久了，你们回东夷吧。
就让我和轩辕做最后的了断。我不倒下，他寝食难安。公主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带领我们再冲最后一次吧！再冲最后一次！好，胜败犹未可知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！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！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！走！哈哈哈哈哈！轩辕，起初我是瞧不上你的。但你现在的的确确有点共主的味道了，轩辕，做个约定如何？什么约定？今日若是我赢，我善待你中原族人；若是你赢，统一了人族，也要善待我东夷部族。不管是中原还是东夷，都是我人族的同胞。你我这一战不过是为了统一罢了。统一之后，吾自然不会苛责东夷族人。来吧，今日谁败，谁就埋葬在这片土地上。吃我一刀！来战！小萌别怕，那杂毛鸟的实力也就那样。你可是洪荒异种，得支棱起来，别跌份儿。到了，你输了，蚩尤。动手吧，踩着我的躯躯，登上人皇之位。蚩尤，你可知自己为何会输？满天仙神圣人大教，人族气运全都站在你那边。我与你争是逆天而行。错了，你输不是因为天不占你，是因为你心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人。你投胎九黎是我与后土提前说好的，你为人族兵戈杀伐之道而来，这本身没问题。你若真以人族之身走兵道，堂堂正正与轩辕争一场，纵使败了，也是人族内部的共主之争。但你心里始终当自己是巫族，始终把这场战争当成巫族借人族气运反哺自身的机会。你心里没有人族，你便不是人。你不是人，人族气运凭什么占你？原来如此，从一开始我就把位置站错了。后土信守承诺，送你入轮回投胎人族，他没走歪路，巫族没走歪路，是你自己走歪了。替我转告二姐，蚩尤让他失望了。这话你自己去说。你这一身本事，死了可惜。把他关进人族武道圣殿，有伏羲和神猛两位帝皇坐镇，他翻不了天。让他在里面好好想想，什么叫以人族之身行人族之道。想明白了再说。谨遵师叔之命。我不如你，不管是本事还是胸襟。你是我此生最强的对手，在武道圣殿好好待着，来日我再找你切磋。后土道友，你我当初说好的事，算是有了个结果。他没走到绝路，总有磨明白的一天。这趟戏看完了，该回家了。仓颉，劫生记不下这场劫，弟子悟到了，刀兵可定天下，却难安天下。弟子仓颉愿为人族再开一道，以文在道，以字立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吾屠仓颉有混元之姿。走。泰山不只是人皇封禅的地方，只要是人族大贤者，皆可登顶泰山，昭告天地，得到嘉奖。来吧！人族仓颉有感人族文明传承不全，缺乏文字记载。今我仓颉为人族开辟3000初始文字，创文道。望天道人道见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人皇归位？
不是人皇，是一个人族在创造属于人族的文字。若真成了，人族又要多一位大神通者。人族，人之一字，一撇一捺，皆是脊梁。天地玄黄，人族当自强不息。大道，老师，慌什么？为师在此，谁也伤不了你。他要考验我苍元的弟子。问过我了吗？仓颉，看好了，文道之力不只是记录，文字有灵，亦可斩灭万古。第一道混沌神雷，为师替你接。好一个文道，徒儿这般运用文字，可曾学过？未曾。那今日为师便教你天地山川。别发呆，你也来，以攻代守。是。大道至公，即便降下考验，也留了一线生机。这一线生机在于众生的选择。仓颉，这是你前世遗态，接下来的考验关乎洪荒万族，不只是你我之事。老师，阐教广成子携中央戊己杏黄旗助文祖成道；人教玄都携天地玄黄玲珑宝塔，南方落地焰光旗来助文祖；皇座下枪锋拜乾坤鼎助文祖地之力；邪教多宝携诛仙四剑空铜印来助文祖。地方教携青莲宝色旗来晚了，素色云剑旗来助；乌族盘古殿妖星斗阵银河业火红莲来助文祖。文道属于人族，也属于洪荒万族，因为你的文字能让每一个生灵都有触摸大道的机会，所以他们来助你了。北海玄龟，不，吾乃人族仓颉。昔日老师为弟子截取生机，今世又引弟子入道，老师恩情，弟子感激不尽。你能有此成就，亦有自身的努力。仓颉听令，人族仓颉创3000文字，开辟文道。今我苍元以通铜印为引，册封仓颉为人族第5祖，封号文祖。吾仓颉不负族人所托，终开辟了文道。人族的蝼蚁们，从今日起，这亿万疆土归本座所有，尔等的气运、血脉、土地都是本座的养料。我人族地界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邪祟来撒野了？你知道本座是谁吗？龙汉初劫残存的败犬，温部正神的遗退，在死水沟里蹲了万古不敢见光的鼠辈，还需要补充吗？放肆！本座生于混沌，
立龙汉大劫而不灭，亲眼见证巫妖两族起落，便是西皇、娃皇见了我，也要称一声道友。你一介后进准圣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拿大？那你怎么还是大罗？你，好，本座今日便替你长辈管教你这不知尊卑的东西。竟是白莲！小子，别得意！本座纵横洪荒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万毒道域，开！有点意思，但也仅此而已。给本座挡住！苍元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本座自龙汉初劫存活至今，论资历也是你的前辈。你如此狠绝，不怕洪荒同道耻笑你以下犯上？你在我人族地盘上要屠戮我族子民，吞我族气运，现在跟我论资历？不，苍元，本座愿臣服，愿立天道誓言。晚了。除得了一个谮诺，灭不尽洪荒的贪念。颛顼那小子也该想到法子了吧？弟子颛顼见过苍元师叔，边境之事已接到传讯，多谢师叔出手护我族人。起来吧，你祖父轩辕前些年功德圆满，入住武道圣殿了。是，祖父归位人皇果位后，人族共主之位便传给了弟子。如今弟子已继位数千年。轩辕那小子倒是走得干脆，也是人族气运愈发昌隆，他也该功成身退了。倒是你这几年人皇做得如何？师弟来了。师姐在金瓯岛清修多年，如今也入世了。非是我想入世，是师尊的意思。原来如此，广成子教轩辕，教出一位人皇。师姐，你教颛顼，可要教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，别被阐教比下去了。这个自然，颛顼的心性手段，皆非轩辕一路。轩辕以仁德统御万族，颛顼吗？师弟且看便是。说到这个，颛顼，师姐教你本事，但人皇的路得你自己走。说说，如今人族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洪荒万万修士对我人族气运的觊觎之心。自祖父归位后，我族气运愈发昌隆，洪荒修士蜂拥而至，许多是真心来做事，但更多的是来蹭气运、蹭功德的混子。更恶劣的，直接摧毁部落，夺取我族本源。你在位这些年，可有应对之策？弟子想借助崆峒印，以人皇之名，将人族万民的七情六欲、怨憎仇恨、业力因果化作一道只针对仙神的屏障。从此，仙神不能随意踏足我族地界半步。弟子要绝地天通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绝地天通！你这人皇不止铁血，还有脑子。吾当师姐，烦请回金瓯岛将崆峒印取来。分内之事。天道在上，吾第5位人皇颛顼告祭煌煌天道，万族觊觎，以豺狼之举掠我将嗣，焚我屋舍，毁我部落，辱我同胞。此非共享盛世，此乃夺我族之本源，断我族之命脉。吾人族不靠天，不依仙神，吾等之运
源于薪火相传之坚韧，源于筚路蓝缕之开拓，源于血溅轩辕之不屈。此乃人族意志。今日以魂为引，以绝地天通，人族永昌。今之人族共主颛顼正作15000岁，在位期间绝地天通，护我族夷，社稷之功卓越。今功德圆满，册封人皇果位。蚩尤，汝想清楚汝是谁了？无事，人族久离不蚩尤。人族蚩尤改善冶炼，制兵戈，善用兵，功绩卓著，当为兵主。册封人族蚩尤为兵主。二姐，蚩尤愧对巫族，这功德偿还因果。昊天，你派遣9天玄女下界协助人族，坏我蚩尤兄弟好事。今日我刑天，就把你这天庭砸个稀巴烂，就像当年的妖族天庭一样。刑天与天地争锋，被砍去头颅，埋在长阳山。以汝为目，以其为口，不死不灭。若不是他这一声怒吼惊天动地，我都差点把这一茬给忘了。以刑天的实力，挑战昊天的结果已经注定。他的头颅掉落长阳山，被掩埋在最深处，虽会因此暴怒暴众，但缺了本源根基，准胜就是他的尽头了。丁，刑天攻上天庭，挑战昊天，结局注定。选择1，作弊上官，2不相帮，奖励盘古精血2滴。选择2，蹲守长阳山，捡漏刑天头颅，奖励盘古精血2滴。系统，你终究是按耐不住对盘古大神下手了。宿主不要污蔑系统。洪荒天地存在盘古精血的地方有很多，只是洪荒生灵不知道而已。编，你接着编。我选2。昊天老贼，你真是多管闲事，坏我蚩尤兄弟机缘。今天我刑天要是不把你天庭砸了，我就赖你天庭不走了。刑天就此退去，天庭可既往不咎。如若不然，天雷惩之。废话，今天我要昊天老贼的命，谁敢拦我，我就砍谁。跟蛮荒之辈讲道理，果真是对牛弹琴。东皇，你且退下。刑天，莫要胡搅蛮缠。蚩尤的失败是注定的，怪不到吾身上。呸！那轩辕顶多牵制住蚩尤，若非你派去的9天元女协作住轩辕指挥军阵，蚩尤怎会输？都怪你！我要把你碾成齑粉，看服！够了，本帝的一再忍让，竟让你有了能匹敌的错觉。既然你寻死，那就休怪本帝了。纵然刑天战力达到了准圣层次，但陛下可是准圣后期，刑天断然不可能是陛下的对手的。霸道的拉扯力，刑天头颅被掩埋，难道也是命运的一种？丁，宿主完成选择任务，奖励盘古精血2滴。得亏我在空中就拦截了刑天头颅，若是真让他和长阳山接触，恐怕一瞬就会被掩埋起来。好在是成功截胡了。苍元兄弟，你咋搁这儿呢？自然是剪头。苍元兄弟，快把头给我接上！没头，我实在是不适应啊！我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都没有了，太难受了。后土说你比伏羲那个老神棍还能掐会算，如今看来后土说的没错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回幽冥再说。苍元兄弟言之有理。俺的头啊！闭嘴！你的头没有丢，吵死了。刑天大巫，准备好了。我的头，我的头回来了！哈哈哈！不，好在是没啥损失，反而因祸得福，战力大增了。好了，刑天无恙，尔等都退下吧。
玄冥留下。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蚩尤在这场人皇之争中根本不是轩辕的对手，算计我们巫族？什么话，两位娘娘，你们这是什么话？我当时说的是赢了可证人皇，输了可证宾主，你们就说蚩尤有没有正宾主吧？是正宾主了，但那是你人族的宾主，我巫族可是实打实损失了一尊准圣战力的大巫。但若是巫族未来有难需要相助，你们开口，蚩尤还能袖手旁观不成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不是，你们姐妹俩是被准提解瘾传染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忧愁疾苦的？出大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昊天的元神入地府了。后土圣人、玄冥道友、苍元道友，许久不见了。昊天师叔，纵然刑天实力有了进步，但那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此番被刑天击溃，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不瞒师侄，师叔是故意不小心的。故意不小心的？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故意借刑天之手脱身来我幽冥地府的？圣人法眼通天，思维缜密，我在圣人面前没一点秘密啊。不错，吾确实是借刑天之手假死来到地府。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如今天庭到处都充斥着人族修士，本帝感觉自己在天庭显得格格不入，所以你打算……既然天庭上上下下都人族，那本帝也当人族就是了。这样本帝和天庭人族就算是自己人了，他们对本帝的归属感也能更强一些。师叔，你这想法重，失职在于了。本帝这点小计在师侄面前不算什么，还请圣人行个方便，让我转圣人族走一遭。你想投身轮回，转世成人也不是不可以。只要苍元弟弟同意，吾可直接让你降生，不用排队。这后土娘娘又把人情算在我头上了。这位苍元师侄，在后土圣人面前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，直接喊弟弟可还行？师侄，拜托了。丁，昊天生死力竭去，这也是天道大事的一种。后土圣人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宿主，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：选择一，拒绝昊天，卡着昊天不让其去历劫，奖励地道法则碎片；躲三，选择二，答应让昊天投身轮回，转世成人，完成历劫，奖励天道法则碎片筛三。这次的奖励竟然是地道和天道法则碎片，好东西啊！系统，我选二，麻烦娘娘送昊天师叔轮回转世吧。行。多谢师侄，师侄的恩情，师叔铭记在心。善。丁，奖励天道法则碎片曾3块，是否领悟？否，先存着。那娘娘，刑天的头已经接上，若无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可。当初与龙族签订盟约，水患本已初见成效，如今龙族未曾毁约，水患却更加凶猛，看来天命难违啊！大雨要来了。